在他的床上借酒装疯，在那闹他，他还甚至摸我的乳头这样子，禁止性骚扰的贴纸，那就大家都贴说禁止吸毒，哦对，禁止卖毒，禁止酒驾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的来宾是孟福。嗨，大家好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聊天，为什么你想象呢？因为大家没有看过孟福，他第一次上我节目。对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我直播的话，每一次他都很乖的守在前面跟大家聊天。你这是 SG 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SG。然后那个图片是什么？一只猫，海边的猫。海边的猫。各位熟悉我直播的朋友们，一定有跟他聊过天，就是孟福。好，他接下来聊有一个蛮沉重的话题。过年我在高雄的青旅刚好发生就是性骚扰的那个经验，然后刚好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对于同志社群来讲也蛮重要的。OK， 所以呢，他就聊一下他这辈子被性骚扰的经验。我们这样讲微笑有点过分。那件事情发生大概是几年前的时候？我第一次被性骚扰是发生在大概5年前的时候。OK， 然后地点在哪里？地点2次都是在高雄的青旅。所以高雄特别容易被性骚扰。这个青旅呢，然后你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第一次的时候是刚好，我就是洗完澡，然后洗完澡之后呢，就是我看到有一个陌生的男生，就是坐在我的床上，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喝止他，就不要坐在我床上之类，就是做错之类。他一直死赖着不走，对。一直坐在我床上。好，先澄清一下，那个青旅并不是所谓的同志青旅，对，就是一般的青旅，然后就水上活动的青旅这样子。就一个醉汉在他的床上借酒装疯，在那闹他，然后他对你做了什么事，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？他还甚至对我就是摸我的乳头这样子。你这陈亮孟福呢有178公分高，而且他很壮，他怎么敢去惹你啊？像我的话，可能就是矮矮的被人家欺负，好像很合理。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刚好那时候没有人，只有我跟他。哦，对，因为大概时间的话，大概是在9点到10点左右，那时候大家还没有，对，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回来这样子。所以他就是乱摸你，然后最后怎么结束的？途中我就一直跟他讲说，因为我隔天我要爬山，那我要早点睡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再摸我的话，然后我就要提告之类的。那有吓到他吗？对，就有吓到他，对，他就停了。对，他就停了这样子。孟福很好奇，就是说，像青旅这样的环境，你说你想要早睡觉，可是万一你的室友很晚才回来，不是吵到你了吗？你怎么睡得着啊？因为我大概已经住青旅，旅行住青旅，大概已经住了10几年，那我已经习惯就是有人在旁边很吵，我还是睡得着这样子。我要有特别的体质才能去住青旅。对，因为沈老师没有住过，所以我很好奇说这样怎么应付。因为我是个很浅眠的人，我刚刚是开玩笑，不是因为他人高马大，就说好像去性骚扰他是没有关系，没有，老师开玩笑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到今天的主菜了，就这个蛮严重的事件，也发生在高雄的另外一个青旅。可是这个青旅比较特别的是，他在网络上也许有人误会说他是个同志青旅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青旅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这个青旅的话，主要是他在还没有被评价为同志青旅之前呢，我就去住过好几次。那对我来讲，只要是我习惯住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住起来还不错，我就会回去再住一次这样子。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一天因为我在前一晚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通常假日的时候都会喝个小酒之类的，对，然后其实有点比较属于微醺的状态下，然后洗完澡睡觉这样子，然后大概时间凌晨4点到5点之间这样子，我发现有人一直在就是摸我的下面这样子，他就他就蹲在我的床位旁边，然后伸着手，然后摸我的下面。你是住在下铺？对，我住下铺。然后半夜早上5、6点突然惊醒，发现你4、5点有人在抚摸你。对，就是。那你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就醒来，然后而且加上那时候我刚好有晨勃的状态，对，然后我就惊醒，然后惊醒之后，因为刚好房间都是黑暗的嘛，
惊醒之后，我也没抓住他，他也就跑走，我也看不清楚说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戴眼镜，我看不清楚他长怎样子，加上环境又整个是黑漆麻乌的。我懂了，就是当时因为你还在睡觉中，你完全就是没有动的，所以对方就在那边骚扰你。然后后来你所谓清醒，就是说你稍微有点坐起，对，他发现你动了，他就跑走了。对，那他跑走之后怎么办？你也没有任何证据，也看不到他是谁啊，你又没有戴眼镜。因为我那时候有觉得我就傻住了。对，相较于第一次来讲，傻住的那个时间又拉得更长，加上你还有点酒意在，你的头脑更不是清楚。我整个是模糊的。OK， 那事后你要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呢？那个旅馆大概是9点10点才会有那个工作人员，然后早上以后才有。对，早上之后才会有。然后因为我早上通常比较早出门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我就是打电话给那个旅馆，然后告知说昨天有这个事情发生。他们是怎么回应你的呢？他们就直接第一时间就回应我说，就是要不要帮你调监视器，然后要不要就是帮你换床位之类的。所以第一时间他们调了监视器。对，就是他也问我说，大概几点发生这样子。所以你有看到监视画面，然后看这是哪一个男的吗？有他有就是用 LINE。截图给我大概可能的凶手是谁这样，然后就是大概要我去指认说是不是他这样子。所以他给你好几个人选吗？他给我一个人，因为当时候大概4、5点、5、6点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走廊上，因为监视器主要集中在走廊，对，所以他大概就我能印象当中的人的身形啊那些去判断说，大概就是这一个人这样子。所以那你有告这个人吗？他们竟然找到那个凶手是谁了？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印象模糊，然后加上我没有第一时间的去大叫或是搜证啊，就是请同房人去抓住他，或者是我自己主动抓住他。那我自己那时候觉得说，如果说我要提告的话，那个证据力会不足，因为毕竟就是在房间里面没有那个监视器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已经在相对的时间点真的找到这个人从你的房间逃出去，那就是他。而且如果那个旅馆方也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，也应该足够证据可以提告他了呀。那旅馆方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主要是那旅馆方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对，所以也真的也告不成。对，告不成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那如果这件事情再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，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碰到类似的状况下，你觉得他们怎么反应会比较好？我觉得主要的话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性骚扰的那个受害者。那我觉得说，如果今天有再发生那一次事件，我会直接抓住他，然后直接大叫，然后因为大叫的话，直接可以惊动同房的人，然后让你至少说那个证据量是足够，你可以如果说你真的要提告的话，那提告的那个可能性会比较高，这样子。那既然讲到提高这件事情，孟甫，你有自己上网去查一些就关于这种在青旅，特别是发生这种性骚扰的案例吗？有，我有去查。那就是我看到今年有一个判例是在台中的某个青旅，所以跟你的状况很类似。对，跟我的状况有点类似。所以有告成功吗？有告成功，因为他就直接第一时间就是直接抓住他，然后可能就有让同房人惊吓到之类的。OK， 所以很重要是第一时间要喝止他，对，然后最好能够抓住他，知道他是谁，比较容易提告。对，所以各位，我觉得你碰到性骚扰这种事情，第一时间当然是惊吓跟害怕，可是要知道，我觉得像这些都是惯犯，他一次一次做，他食髓知味，都会碰到更多的受害者，所以大家阻止他的话，就禁止他下一次再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碰到的话，第一时间惊慌是绝对是正常反应，但是你冷静3秒钟、5秒钟，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的话，可能可以阻止一个意外再次发生。那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那个后见之明的东西嘛？那我觉得说，如果说第一时间你抓不到他，第一时间抓不到他，那至少说可以，因为你要搜证嘛。那搜证的话，就是直接大叫，然后请同房人就是见证到这件事情，然后同时可能就是。也可以就是追
追他，然后至少他躲在哪里，对至少确定他是谁，对，要告才有个目标可以告。对，没错。OK， 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哦，蛮多这个性骚扰事件也暴露在大家的眼光之下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贴纸有没有，就是贴一个禁止性骚扰的贴纸。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很好笑，就是说如果这个有效的话，那就大家要贴说禁止吸毒，哦，对，禁止卖毒。禁止酒驾，是不是这些事情都会消失？不可能。但是你觉得贴这个贴纸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贴这贴纸只能够些微的吓阻一些可能想要犯罪的人，但是他真的想要性骚扰人或干嘛的，他不会去管那个贴纸。但我觉得，就是现在我们对于身体界限，甚至言语性骚扰越来越重视。我个人认为，看到那个贴纸会让我就是说，哎，天啊！我现在比如在跟同学聊，或者是同事聊什么笑话的时候，就是我会不会太过分，有到性骚扰的范围之内？所以通常我在讲笑话的时候，我会问身边人说，讲这个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会不会不舒服？我们就会停止讲。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性骚扰，比如说跟好朋友碰碰肩膀，也许认为 OK， 可是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碰你肩膀就认为是性骚扰。有些界限是蛮模糊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意识，就什么时候尊敬彼此的界限，其实蛮重要。大家也许多看一下身边的事情，然后检视一下哪些是让你不舒服的，要勇敢的讲出来。就尊重大家的那个身体的意愿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有直播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，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要跟孟府玩一个游戏了，界限红绿灯。界限红绿灯，刚刚讲过很多行为，也许我们不是很清楚。现在孟府来告诉大家，到底哪一些是可以做的？可以做的就是绿灯，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是黄灯，然后绝对是性骚扰就是红灯，就讲绿、红、黄就可以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第一题，和陌生人聊天，对方会动不动的拍你大腿、摸你的后颈，黄灯。在公共浴室或温泉，有的人盯着你的下体一直看，红灯。刚认识的朋友突然和你坐得很近，大腿跟肩膀都靠在一起，红灯。这样就红灯好。不熟的朋友问你的尺寸、你的号数，还有你的私事，这当然是红灯啊。没有经过允许就主动摸你的胸肌，然后说你练得不错，红灯。我的学生都这样对我，怎么办呢？在很挤的捷运上故意站在你的后面顶你，红灯，当然了。好的，各位真的多注意自己的行为哦。同志的朋友们都在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在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馆长，拜拜。可是我觉得好笑的是，我不能把你的经验，你知道是 ，anyway， 你主要是专门去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也没办法装很严肃的脸讲这件事情，可是也不能太过于悲伤或愤怒，这好尴尬啊！这会不会被剪在那个后面的花絮里面？等一下啊，性骚扰，我据点王了，我据点王了，对不对？